他说，摄影不光是手艺，更是心意。他的镜头下记录着无数历史时刻以及每一个普通人的动人瞬间。Bonjour everyone， 最近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也可以获得很好的效果哦，加油啦！今天所讲的利用前景你会了吗？看看我的前景。
琵琶4根弦，30个品。在古代的时候呢，所有的弹拨乐器当当当当叫琵琶。后来由西域引进了印度的西塔琴，都是弹拨乐器，还有阿拉伯的乌的，还有套儿这些乐器以后，琵琶就有很大的发展和变化，由横抱琵琶变成竖抱琵琶。以前我们的品没有那么多，可能只有6个、8个、10个这样慢慢增加上来。现在我有30个品，琵琶的技巧的话也会越来越多。但是琵琶最主要有2个技巧，一个是弹挑，一个是轮指。我在小的时候，有10年的时间，一直都是在非常专心的练习弹挑和轮指。弹挑只是用2个手指，食指弹出去，大指挑起来，弹挑弹挑，每天都是一个速度，都是慢练，不能快练。前面的5年到10年都是这样，轮指也是这样。我下面给大家谈一下这2个最重要的技巧，以后所有复杂的技巧都是由弹挑和轮指演变过来的。弹挑是这样的我一直都是慢练的。保持很均匀，然后要很放松，手指要独立性很强。然后慢慢快起来。轮指的话，我用了5个手指，每一个手指的声音都是要一样，所以这是最难练的。所以说是我们弹琴要耳朵来练习，而且是需要长时间保持很慢的速度练习轮指，以后你才可以轮起来，才可以声音很好听。轮指是这样的感觉食指开始，中指、无名指、小指，然后大指。可以很弱，也可以很强，所以这是我每天的基本功，很多年这样弹。我长大以后还是练习慢速的。我刚才弹的乐曲呢是彝族舞曲。彝族舞曲，如果你要是从名字上听，你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听的一个舞曲。一般我们演奏彝族舞曲会在一个节奏上面，我可以给大家弹一下在节奏上面的感觉的彝族舞曲。对，我最开始是这样弹彝族舞曲的，后来呢，我慢慢的弹的比较多了，然后弹的比较，一想深下去再去想彝族舞曲是什么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觉得好像不是在节奏之上，然后我会跳出这个节奏，然后我弹这个乐曲，我也不再会局限在它的名字是一个舞曲，彝族舞曲。当然了，我会想到。我会有一个画面，我会想到那个彝族姑娘的裙子不是很大很长她这样拉起来真的像一个很美的蝴蝶这样的，然后她的脚一勾裙子的时候那种很美是吧？那个女孩子，然后她很害羞，然后她很漂亮，她跟那个裙子这样的一个圈，我就会感觉到这样动作，然后还有这个自然这些结合在一起的那个韵律，所以我的彝族舞曲就慢慢的就会弹成这个样子。我现在给你弹一下，可能你就会认出来了。
是在呼吸，在呼吸的中间，在呼吸的可能背后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一个韵律，这就是我感觉到的彝族舞曲啊。下面呢我会演奏一个古曲，通常的话有一首乐曲你们肯定很熟悉，叫《春江花月夜》。但是在我们的琵琶曲里面呢，是一个很古老的独奏乐曲，我们叫浔阳月夜，也可以叫西洋箫鼓。所以大家听到就是常常这个旋律很熟悉的时候，就你们比较熟悉的那个感觉，然后我再回到我自己的风格上，就可以接收到我想要表达的一个音乐的感觉了啊。对，这是比较熟悉的一种弹法。我的这个感觉呢，我就会去感觉到这个音背后它是什么，音跟音之间它的距离有什么。所以我在练习的时候，我会去这样思考，我也会去追寻这样的一个味道，还有阴阳虚实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就这样在自然界里面，你们在自然界的时候，心很静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么多的变化，每一刻也许都是不一样，特别美。所以就跳出这个名字，然后跟我一起进入到这个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环境哈，自然的一个感觉，可以躺在上面听这首浔阳月夜。可以听到很多很多有趣的声音，自然界像鸟，还有小虫子，还有那个月亮，它很近很近。像这个渔舟唱晚，它里面有一小段，你可以听到远远的那个渔夫的那样的一个歌声。这里可以有好丰富的一个在自然里面的体验。所以我现在给大家弹浔阳月夜啊。
就是我们完整的西洋箫鼓春江花月夜的整个乐曲。通常可能你们听到的可能会有一些删减，像这个就是我现在弹是完整的啊，看到这个有这么多的虚实的变化，真的像在一个自然的感觉里，特别的舒服。所以呢，我们长期的经过了很枯燥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功的练习，弹挑弹挑，轮指轮指，每一天都是同样的。所以说在练琴的时候要很专心。我自己当时练琴的时候呢，我不会太没有信心，因为太没有信心就不敢弹琴了。我也不会太有信心，因为太有信心就太自大了，这个琴也弹不好。所以的话呢，就是老老实实的练习，弹挑弹挑，轮指轮指，是这样的。以后这个弹挑弹挑，轮指轮指练得很熟悉以后，各种技巧你再会演变各种技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自在。然后当我想要把这个乐曲再深下去，再深入进去去演奏的就是我想要的那样的声音的时候呢，每一个乐曲我都会经过好久，我才能找到我心里想要的声音。像刚才我弹的西洋箫鼓，就是我也可能经过好几年，我才可以达到我想要的这个境界。是这样的感觉啊。下面呢，我会用我的轮指来给大家听两段，就是我比较相似的声音。但是呢，这两段相似的声音，它弹出来的那种色彩、那种感情，它又是不同的。我先做一下哈，你们可能可以感觉得到的。重点是在这个轮指，我轮的时候，你看，另一个乐曲是这样的，它色彩就不同，色彩就不一样了。像第一个我轮的这样的轮指，它技巧是同样，但它是飞花点翠，会感觉到很明亮。那个松树上面的这个雪，这种感觉很亮，是自然的感觉。下一个的这样轮指，它是同样的技巧，可是它用在汉宫秋月里面，就会显得比较冷，比较的那种孤独感啊。所以说这就是轮指的一个色彩的变化。会弹一点点汉宫秋月，它比较冷的那种感觉啊。
音乐就是它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它就是这样去感受它。刚才就是汉宫秋月，它很深，你看像一个人的心情啊，它忽上忽下，它对这个月亮，你可以去感觉每一个人听到的感觉都是不同的，每一个人听到的感受，可能是孤独，可能是苦，也可能是一种什么呢？然后琵琶呢，它后来就会有很多的技巧。我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片段，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叫一指长。我就是整个乐曲10分钟，我只用了1个手指，但现在可能时间不够，我会给大家弹1-2分钟这样的感觉。我从头至尾只是用了1个手指啊，但是你感觉好像我用了5个，是这样的。就用了这个大的这个手指，这个大的手指，它发展到今天，它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风格。下面我要介绍这个乐曲呢是十面埋伏。十面埋伏通常你要听到十面埋伏，你就会想到它的故事是什么？哎，它是个战争的故事，它在讲什么？你会被这个名字给框住了。我还是说音乐它是感受，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名字，去感受到这个。我现在弹的这个十面埋伏，虽然它叫十面埋伏，但是呢，我的这个感觉，它好像不是战争，它好像也不是炫技的这种感觉啊，是一种力量吧，就每一个人心中都应该有的一种力量，一种好像很坚定的力量，是吧？从来没有放弃过的力量，是这样的感觉。好，我来演奏，对，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是我的朋友宋思怡老师他给我选的，我非常喜欢他这幅画，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个蓝色，它是深深的蓝色，它是特别的平静。然后这个蓝色上面这个倒影，你看它那么乱，很乱，特别契合我今天要弹的这种感觉。它很深很深的一个感情，但是那个底它是稳稳的，好像一点都没有波澜。可是上面那么多的技巧，像我的弦，像我的指法。像我的那个疯狂的这个乐曲的组合，所以我就特别介绍一下这个图和音乐。你看，就是感受就好，一个图一个音乐，都是我们自己可以自己去感受得到很多有意思的。特别像古典音乐的话，你需要听很多遍，这样才能慢慢的找到自己能够就是跟自己产生共鸣的那样的一个感觉。
点不太一样，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来讲，如果我要讲话的话，我就很难弹琴，因为我讲话的时候我的气是在这嘛，我就会很激动、很紧张、很怎么样，气全部在上面。音乐一定要沉下来，沉下来的时候，那个音乐才这样升起来，它才是那个声音才是对的。所以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尝试一面讲话一面弹琴，看来还是可以的。谢谢。